1984年10月，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。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，这场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增强企业活力。这是被保存在青岛海尔文化中心的一份企业规定。提出这份规定是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器厂厂长后做的第一件事。我们在这份规定上可以赫然看到，不准在车间里大小便，不准迟到早退。今天的海尔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，然而当年他们的第一份厂规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。其实现在听起来或者匪夷所思，但是实际上并不难理解，因为那个工厂就一个厕所，而且下雨天的时候呢，你没法走到厕所去，整个那个路不是这个硬化的路面，是泥地，所以说有些人他根本走不去。如果说刘家四兄弟的创业是源于内心的渴望，那么远在山东青岛的张瑞敏走上创业道路，却颇有些迫于无奈。1984年，张瑞敏被派到青岛电器厂担任厂长。在某种意义上是迫不得已，但是当时呢，84年那一年呢，换了3个厂长了，所以第3个厂长呢，就给我说的，如果你们再不派厂长来的话呢，我到时候我就要走掉，并不是我愿意来，是当时没办法，必须有一个人来做。至于到底能不能行，并没有底，心里没有底。面对这样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，张瑞敏只得用自己所了解的所有管理知识来应对。这是在1984年到1985年间，在日本和中国都感动无数人的电视连续剧《阿信》。主人公阿信的原型是日本零售企业800伴的创始人。在当时国人眼里，这不仅是一个励志故事，还是刚刚开始摆脱桎梏的企业家们学习管理知识的教科书。片子中的日本企业让正在从计划经济里走出来的人们感到耳目一新。整个当时中国学习的就是日本的管理，当然也就是说有点像案例学习。作为冰箱厂的负责人，张瑞敏的学习对象是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。他专门收集了松下幸之助的专著进行学习。他决心像成熟企业那样建立规范的管理和激励制度，来挽救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器厂。巧合的是，在这年5月，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，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制定生产经营计划、资金使用、人事劳动管理等10个方面的自主权。有了更多自主权后，张瑞敏的13条规定随即出台了。制定了这个条款，就一定要执行。制定了之后的大概是第2天，就有一个人到车间里头偷了1箱子的这个零部件，扛着出去。好像他上午就出现的事儿，在中午吃饭之前就提出报告来，对他一个处理，给他一个很重的处分。所以这个对工人的影响非常非常大。所以等于是采取这种办法，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。建立规范的制度，解决了工厂内部人心涣散的问题。而怎样让工厂扭亏为盈，就是张瑞敏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了。张瑞敏接手电器厂不久后，从当时的联邦德国引进了一条冰箱生产线。大家都认为，懂了吧？来了西德的设备之后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这个生产这个设备产品质量了，都会上去。但是实际上，当时我说，就按照我们现在对质量这种态度，你就是把松下的设备全搬过来，我们不会干出松下的产品来。所以说，人是第一要素。那么，究竟该如何把握质量关呢？
张瑞敏一时也没想到好办法。正在这时，厂里出现了一批瑕疵冰箱，结果查出有76台冰箱是有问题的，就是有瑕疵的。为此，张瑞敏做出了一个当时的人们看来十分疯狂的决定：砸掉这76台问题冰箱。有人因此称张瑞敏是疯子、有病，一部分员工甚至骂他是败家子，连上级领导也埋怨他傻。然而张瑞敏却没有退让。张瑞敏的这一砸成为了中国企业管理史上的经典案例。34年后，再次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，张瑞敏依然表示，冰箱非砸不可。但是我认为呢，人家堵着厂门口来拉货，供不应求，并不是因为你产品质量好，因为它当时爆炸性的增长，供需之间的矛盾缺口太大，等于是一个空白的市场，所以它并不反映出它对你的产品多么喜爱。但是，一旦当这个产量上去之后，这个供需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时候，他不会要你的产品。那时候只是谁的产品质量好，他会要谁的。人们普遍认为，中国企业的质量意识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正是在砸冰箱之后才开始建立的。而后来的市场发展也证实了张瑞敏的预言。中国逐渐告别短缺经济的过程，正是对所有中国企业的一次大浪淘沙的检验。最终，只有那些质量有保证的企业，能够存活下来。在全球商业史上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，常常会在某一个年份，急速式的诞生一批伟大的企业和人物。在美国商业史上，这个伟大的年份是1886年。我们今天熟悉的许多企业，比如可口可乐、柯达、花旗、强生等等，都是在这一年出现的。如果再加上卡尔奔驰在德国发明出世界公认的第一辆汽车，那么在1886年出现的这些公司名字，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长史。而在中国企业史上，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。1984年1月24日，一列从北京出发的专列驶入深。人吗？也就在这一年，在距离深圳1700公里的成都，每天早上天不亮，就有一位当时还非常难得一见的大学生，在市郊的农贸市场摆地摊儿，卖着几大箩筐小鸡。这个大学生原本在县教育局有份令人羡慕的工作，然而现在他却不得不窝在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，和小摊贩们一起吆喝。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刘永行。我也带了7、8个农民，带了几千只小鸡，结果15天全部卖完了。记得那一天卖完的最后一天，刚好是我的生日，当时好高兴，就是这个危机就过去了。
刘永行所说的这个危机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几个月前，刘永行兄弟4个合伙办了一家两种厂。这是兄弟4人的合影，他们分别是老大刘永言、老二刘永行、老三陈玉新、老四刘永好。育种厂刚刚开办不久，就接到了一个当地名叫尹志国的农民的大订单，订了几万只鸡，而且给了我们第一笔的1300块钱定金，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资本金什么都有了这个是很高兴。就在兄弟们满心期待余下的小鸡赶快孵出就可以完成订单时，订购小鸡的尹志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因为种蛋都是跟附近的村民赊来的，孵化出来的鸡苗收不到回款，农民的钱就还不上。迫不得已的刘永行只能自己去把小鸡卖了。这次遭遇让刚刚开始创业的4兄弟感到很受伤。但是肯定很难受，很难受，也没有办法，也难受也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，我哥说不行，创业我们还是要创，结果又重振旗鼓，又开始。刘永行4兄弟出生在四川成都新津县，因为当时家里生活困难，老三被送到邻近的古家村陈家做养子，改名陈玉新。1980年，4兄弟迈出了第一步。当年，为了让家里过个像样的春节，懂无线电技术的刘永行尝试着做一个个体户，在街头摆起了地摊，帮人修理电器。摆了7天的摊，工作了10天，挣了300多元。当时因为一个月工资就34块钱，10天就相当于这个人家1年的工资，所以说。这个触动是很大的，一下拿到了差不多1年的钱，这个知道钱太多了，不知道该怎么用，不该有那么多钱，有点负罪感。有了这笔钱，一家人终于过了一个富足的春节。在告别了最初挣了钱不知道该怎么用的羞怯之后，4兄弟开始认真的思考：修电器都能赚这么多钱，如果直接办一家电子工厂，回报一定更高，将来的日子也会过得更加富裕。商量之后，4兄弟决定先做一台音响出来卖卖看。我大哥学无线电来做得非常好，所以说大哥设计，我和二哥我们一起装，拿到成都人民商场去。这个时候愿意跟几十块钱，那个时候愿意跟100元。我们记得当时的成本，我们只有20-30块钱。到我们就信心大增，非常高兴。从成都回来之后，4兄弟就决定办一家音响厂。但是最后去申请注册的时候不批准，这个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不行，就否定掉了。1980年，个人开办工厂在政策上还处在灰色地带。刘家4兄弟开办音响厂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，不过心思已经活泛起来的他们并没有打算就此止步。此时，农村改革在中央的推动下，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。1981年3月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。报告中指出，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、手工业、养殖业、运销业等。城里不能做，我们就到农村去；工业不能做，我们就做农业，所以我们就到农村去。1982年10月1日，玉新两种厂在古家村陈玉新的家里正式成立。这时的陈玉新大学毕业仅2个月。玉新两种厂开业4个月以后，陈玉新向单位提交了一份停薪留职报告。他在报告里写道：在半年时间里，我养起了作为种源的鹌鹑，
我申请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，回乡搞上半年。随后，其他3兄弟也纷纷向单位提出了辞职申请，在小小的新津县，一下子4位大学生兄弟辞职，这在当地引起了一场轰动。原来，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，二哥刘永行参加考试，以新津县第1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师范专科学校。第2年，老三陈玉新也考入四川农业大学。到1982年，兄弟4人都已经大学毕业，而且都有份稳定的工作。大学生和铁饭碗，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一家子。现在居然一个都不想继续工作，要去做农村里的生意，在外人眼里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大学毕业生分到机关单位就是国家干部，现在干了半年又到农村去，有很多是惋惜，都是惋惜。但也有很多说法，有其他一说法就是说，国家花了好多钱把你培养出来，你出去搞单干，搞个人发财。无论外界如何议论，4兄弟的创业就这样起步了。1984年，玉新2种厂开办刚1年，年产鹌鹑就达到了15万只，4兄弟一下子成了赫赫有名的鹌鹑大王。2年后的1986年，4兄弟正式将公司的名字改成了希望。从此以后，刘家4兄弟的创业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就抓住一些机会，因为当年很多人不敢下去，不敢下海，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机会。太阳像一把金锁，月亮像一把。此后的岁月里，刘家4兄弟和张瑞敏都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家，而这创业起步的1984年，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难忘的一年。对于整个国家来说，这一年也是不平凡的。1984年1月30日，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形成的4天之后，他为深圳经济特区写下了这样的题词：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围绕经济特区的种种争论和疑虑，终于尘埃落定。到南方去，到深圳去，成为一股热潮。它推动着一批批敢冒险、敢行动的人脱颖而出，他们将形成一个被称为84派企业家的群体，登上中国企业发展历史的舞台，开启他们各自人生新的故事。想一想，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出来的这一代人，一旦碰上了改革开放的气候啊，当大潮涌来的时候，当他们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个发展建设的浪潮里边，是吧？他们是怎样拼命的去干？当80岁的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时候，有位33岁的年轻人，每天也骑着自行车，穿行在这座城市的街巷。当时他是广东省外经贸委的专员，借调在深圳工作。他的名字叫王石。1984年，王石也在面临着一次抉择。这年5月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成立一个展销中心，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经理。一仆供着2个婆婆，一个是广东省外经贸委，一个就是深特发了，所以他要解除一个。是结束在深圳的工作回到广州，还是彻底脱离广东外经贸委，留在深圳发展？是回到过去，还是开始新的生活？经过多方权衡，王石放弃体制内的工作，选择留在充满更多可能性的深圳。1984年9月，深圳现代科教展销中心正式营业。王石出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，这便是万科的前身。
1984年的北京中关村也开始出现繁荣景象，一大批科技人员跳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海。这一年前后，科海、京海、四通、信通等公司又先后建立。此时，40岁的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柳传志也面临着一个选择：办一家公司带一群人自谋出路，还是继续熬着等待科研经费？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呢，周院长就提出，就是希望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成为产品，转化成为生产力。当年柳传志所在的计算所完成了大型计算机757工程的研究，获得中科院重大一级成果。然而，这项花费8年心血才研究出来的成果，竟然仅仅处于美国60年代末的水平，试验停止，经费中断。计算所正是在这样的窘境中，不得不另谋出路。所以那个时候下海嘛，大家都认为，首先是不务正业，或者说是这个没有正式的工作，人们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歧视性的观念和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。柳传志考虑了2天，做出了决定。1984年10月的一天，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所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，11名来自计算所的员工召开了一次会议，宣布成立公司。柳传志成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其实对环境是什么样，心里没把握的。我确实是不甘心过去那样的这个日子。这一年，邓小平提出了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论断，联想顺势而动，率先推出了具有汉字联想功能的汉卡，使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。作为一家公司的联想，从此慢慢步入正轨。夜蒙蒙，望星空。在中国当代企业发展的历史上，1984年是群星璀璨的一年，一个个时代的弄潮儿登上舞台，并在多年以后成为中国知名的企业家。我觉得84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，中央政府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。我觉得中国改革就是至始至终都是一个从下到上、从上到下的一个双线过程。其实有大量的人才，有大量的这个人的这种能力，它是积聚在这个地方。那只要是你有这样的一种出口，那它就会蓬勃的这个发布出来。本节目由联想集团特别赞助播出，联想，智慧中国。1995年，四川刘家四兄弟各自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。大哥刘永言专注于他所热爱的高科技产业，二哥刘永行在继续扩大饲料研发的同时，进军全新的重化工领域。老三陈玉新守护着希望集团的大本营，老四刘友好则将目光投向了金融、房地产等领域。从此，四兄弟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发挥才能，将各自的企业发展壮大。自从接手海尔，张瑞敏一直致力于海尔生产的规范化。他提出的许多管理模式成为了中国企业学习的典范。直到今天，张瑞敏还在时代变化的潮流中不断变革企业的管理体系。海尔的内部创业机制再次成为激发传统企业活力的创新模式。1990年，第一台联想微机投放市场，到1996年，联想台式机的市场占有率第一次超过国外品牌，在国内位居第一。如果我们能在中国以中国自己品牌的微机能占到第一位，那就是绝对了不起。当然就产生了想法，想做世界第一。
就像柳传志期待的那样，今天的联想已经在包括电脑在内的不少领域居于世界第一，成为一家业务遍及180个市场的全球化科技公司。而王石、南存辉这些同时代的企业家，此后也用了大半生的时间，努力实现着在中国建立伟大企业的梦想。中国企业家，他是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，他是参与者和见证者。企业家群体强，经济就强，经济强，国就强。今天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成就时，偶尔也会感叹那一代企业家的生逢其时。在经济短缺的年代，遍地都是商机。然而，当你了解了当年的一切，你还是会发现，原来机会垂青的正是那些有梦想、不服输、敢于冒险和创新的人。